这是回哪里？夫妻俩谈了一会儿情爱后，海童发现不是回明苑花园的路，回山顶别墅。海童哦了一声，战印颇为担心地看着他，生怕他不高兴，也怕他不喜欢。山顶别墅留给他的印象可能不太好了，因为他身份曝光后，他害怕失去他呀，就把他软禁在山顶别墅2天。经大家劝说后，他才放手让他离开。从他离开山顶别墅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就没有再踏进那顿别墅的大门。彤彤，你要是不喜欢回那里去，那我让司机换路线，咱们回明苑花园。顿了顿，他小声嘀咕，奶奶还住在明苑花园呢。海童，回山顶别墅吧，就不用变换路线了。这家伙是觉得奶奶住在明苑花园，他要是太放肆，怕惊动了奶奶老人家吧。海童也不想惊扰了老人家。山顶别墅并没有给海童留下阴影，只是进入那栋别墅后，他就会忍不住想起当初的事情。好在都过去了，他总要面对的。对于他当初的疯狂偏执，事后他也能理解他。好，战印见他没有排斥回山顶别墅住，松了一口气。他是更习惯住在山顶别墅的，毕竟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。明苑花园只住了几个月而已啊。白天的时候，宁太太有没有去找你？战印忽然问着。宁思琪被拘了，宁总收到消息后，火急火燎地赶回了管城。他向妻子了解事情的经过后，气得都想吐血，直骂女儿糊涂了，那样的损招都能想出来。要对付海童，要策划的万无一失，天衣无缝，不管成功与失败，都不会被查到自己头上，才能动手。宁思琪那样的损招，漏洞百出不说，他竟然还和那些混混联系。宁太太也知道女儿冲动了，她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吗？想阻止都来不及。宁太太也没料到海童身手那么好，几个混混都对付不了他，更何况还有战印暗中安排保护他的保镖。宁太太要是知道女儿会冲动行事，她一定会阻止的。如今事情已出，海童又有证有据的，宁太太心疼女儿，也想救女儿，但没有办法。要是普通人，宁太太早就能摆平了，那换成了战家大少奶奶，宁太太摆不平。没有来找我，宁总去找你了。又来赔礼道歉的，不过我没有见他，我让奕晨出面。战奕晨以后要常和宁家人打交道，让他出面处理，练练手吗？宁太太就算来找我，我也不会心软的放过宁思琪的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我和宁思琪的梁子是越结越大，不可能化解的。海童又是站在宁云初这一边的，宁思琪则是针对宁云初，那仅是2个人的立场不同，就注定了他们会针锋相对。不用跟他化解，他的刁蛮性子已经养成，总觉得所有人都要捧着他，讨好他，顺从他。你就算原谅他，他依旧会记恨于你，逮着机会就报复你。那不知道悔改的人没必要和解。战印霸气得很，彤彤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有我呢，我战印的老婆不能受委屈，也不用怕谁，更不用低声下气的对谁好。海童笑道，就算我不是你老婆，我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，我没有错，凭什么要我低头？他今天能这样对我，明天也会那样对其他人。我先拿起法律的武器惩罚他，哪怕改不了他的刁蛮，却也能给他一点教训，让他以后呢不敢随随便便拿人命来开刷吧。末了，海童敛起了笑，说道，你不觉得我多管闲事，给你惹麻烦就行？战印在他的脸上轻轻地咬了一下，不嫌弃。我愿意一辈子给你收拾残局，解决麻烦，说的好像我经常闯祸似的。战印低笑，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，我那个爷爷奶奶呀，在我老家的村子里散布谣言，说我爸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是捡来养的，说他们养大我爸，对我爸恩重如山的，我爸未曾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就死了，那留下的房子给他们住，
那是理所当然的。战印问他，要不要帮你查一查，你爸是不是他们亲生的？肯定是亲生的呀，我爸跟我爷爷长得挺像的。不是亲生的能那么像吗？海童从来没有怀疑过父亲不是海家亲生的。他们要是敢和我去做一个 DNA 鉴定啊，确定与我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就信他们，否则都是假的。战印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些人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也长得很像的。你没有看过新闻报道吗？有个小孩子跟姓马的巨富长得很像的，但他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你爸长得跟海老头有点像，也不一定是亲生父子。他们对你父母过于无情无义，不像是亲生父母会做的事，说不定你爸真是他们捡回来养的呢。海童，村里的人难道不知道真假？老一辈的人很多都还活着呢。反正我和我姐打小就没有听过任何关于我爸不是他们家亲生的话。战印抿了抿嘴后说道，你大概不知道世君家大少奶奶被穆家收养的是吧？穆家也的确有个女儿，穆晴这个名字是他们给女儿取的，但他们的女儿生病离开了他们，他们恰好在女儿病亡时就捡到了君家大少奶奶，然后他们抱回家里代替了他们的女儿。由于两个孩子当时都是一样大，这样取代之后，穆家村子里的人都不知情，一直以为君家大少奶奶就是穆家亲生的女儿。海童，你是觉得我爸也是那样取代了我爷爷的三儿子？战印嗯了一声，调查一下也没什么。如果真是亲生的，他们这样无情无义，只能说是父母偏心的太狠了，不是亲生的。他们无情无义就是正常反应，何必去调查那么麻烦，直接请海之亲过来，我跟他一起去做个 DNA 血缘鉴定，同一个爷爷的堂姐弟，血缘关系还是很亲近的，验 DNA 能验出来。海之亲，姐，你咋啥事儿都想到我了呢？战印想了想，说道，这个法子也可行，做 DNA 血缘鉴定是最直接的办法，也具有说服力。我明天就派人过去把他带过来，你和他一起去做个鉴定，打官司时有证据甩出来，让他们无话可说，除非海之亲也不是他们家的孙子。海童，那万一海之亲不是他们的孙子，夫妻俩一时间都短了路。最后呢，还是战印说的，他说道，那就直接和你爷爷做个血缘鉴定。老头子肯定不会配合的，我们可以利用海之亲，让他拔10几根你爷爷的头发，要提醒他头发要带着毛囊的才有用。有了你爷爷的头发也能做鉴定的呀，不一定非要弄到血。海之亲是海家最小的孩子，这小子又被海童整治了2次，对海童有了畏惧感，利用他是最好的办法。海童觉得战印的法子可行，说道，那就按你说的去做，利用海之亲去拔我爷爷几根头发，然后我和我爷爷做一次 DNA 鉴定，结果一出就知道我爸是不是他们家的孩子了。那夫妻俩说着话就觉得回家的路很短，很快就回到了豪庭别墅区位于山顶的那栋别墅。梁姨出来开的别墅大门，就看到梁姨，海童就想到给梁姨加工资的事。他跟战印商量，战印说，我们家你当家，你说了算，你想给梁姨加工资就加，不用经我同意。他帮我姐那么多忙，那本不是他的工作，不给他加点工资，我觉得过意不去。这个家是咱们夫妻俩的，要共同经营，就算你不做主，也要让你知道呀。总不能你对我们家的事10问9不知吧？那就给他加点吧。阿七扭头看了看，战印淡淡的道，你的工资已经加几次了，别太贪心了。阿七嘿嘿的笑，他和梁姨2个是最先抱住大少奶奶粗大腿的人，他们俩的工资加得快，奖金也提高了一个层次。海童说阿七一句，万能七。阿七先是怔了怔，随即笑道，谢谢大少奶奶的夸奖及对我的肯定。海童扑哧的笑，
保镖下车帮夫妻俩开了车门，战印先下车，再伸手给海童搭着下车。海童穿着晚礼服，脚下一双恨天高，下车都很小心，怕动作粗鲁会扭到脚，再加上他还抱着战印送给他的那束花呢。大少爷、大少奶奶，明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的，他和梁姨一起恭敬地问好。明叔、梁姨。海童微笑的回应，战印则是嗯了一声，便牵着海童进屋。明叔本能地跟着进屋，梁姨一把拉住他，低声地说他：“你还嫌屋里的灯光不够亮？”明叔：“阿良，多得你提醒，否则我就跟进去惹大少爷恼了。大少爷的房间都按他的吩咐布置好了吧？”明叔关心地问着。都布置好了，浪漫至极，保证大少奶奶的感受不一样，能促进小夫妻俩的感情。梁姨期盼地道，希望大少奶奶能早点有好消息，看在他们大少爷那么努力的份上吧。这些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好了，别在大少奶奶面前说，免得大少奶奶有压力。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很长，说不定小夫妻俩想过一段时间的两人世界呢。明叔虽然也盼着大少奶奶能早点怀孕，小夫妻俩要是想先过几年的两人世界，他们这些当工人的也没有资格去催生。梁姨说道：“我知道我不会在大少奶奶面前说这些话的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少奶奶和大少爷一直恩恩爱爱的。他是见证了大少爷对大少奶奶动情的过程，也见证了小夫妻俩闹矛盾啊、冷战的时候。大少爷有时候呢还会和梁姨唠叨几句，梁姨总会开导他。”明叔说道：“我也希望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一辈子都恩恩爱爱的，不要再闹矛盾、冷战了。上次他有事请假，让钟书林时代里管家一职，恰逢大少爷坦白身份，大少奶奶接受不了，夫妻俩一度闹得很僵，让他们这些人跟着提心吊胆。就钟叔一天打几十次电话催他快点回来，好把管家一位还给他。梁姨也心有余悸，战家男儿都是宠妻的，借此来安慰自己。明叔和梁姨在屋外的低语，海童听不到。他被战印牵着手带进主屋的时候，被屋里的一幕惊到。屋里布置得很漂亮，很浪漫，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气球、鲜花，地上铺着红地毯，地毯一直延上楼去。他猜测红地毯的尽头是在他的房门口。红地毯的旁边撒着很多花瓣，看上去喜气又漂亮。那除了气球和鲜花之外，还有很多他和战印在一起的相片，都是生活上的点点滴滴，有他们一起逛市场买菜的，也有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坐秋千椅赏花的。总之都是他们夫妻俩的点滴。海童都不知道这些相片是什么时候晒出来的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拍下来的。但是在浪漫的场地看着夫妻俩在一起的相片啊，轻易就勾起他对过去的回忆，酸甜苦辣。他想起的只有甜，那3位战印自己尝了，舍不得让他尝。战印留意着他的神色，见他满脸惊喜赞叹，就知道自己想破头想到的浪漫法子，再让大家帮忙。紧急布置出来的浪漫场景，成功的取悦了他的老婆大人。不是只有苏南才会制造浪漫的，他也能。苏南能让沈小军开开心心的，他也能让他的海童开开心心，让海童不用去羡慕沈小军。战印，海童被他牵着的手反握住了他的手，他开心的道：“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”我觉得此刻就被幸福包围着。他用心了，他这样的男人就能为他布置这样浪漫的场景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我要拍照，我要拍视频，拍下这一幕，录下视频，以后我常翻出来看看。这是战印用心为他准备的，他要保存下来。待到他们青丝成了白发，回忆起来亦能甜如蜜。好啊，战印宠溺地应着。海童把战印送给他的那束花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拿着手机拍下满屋子的浪漫，也是保存着战印对他的爱。拍完相片又拍视频，最后夫妻俩合影了好几张。
哎，海童是真的很开心，到楼上去看看啊。海童笑道，咱们的房间也被你布置成这样了吧？肯定很美，很浪漫，我很开心。战印笑而不语，牵着他的手，带着他上楼。哎，海童猜得不错，红地毯真的铺到了他们的房门口。推开房门进去，海童脸上的笑容收都收不起来。房间的布置和1楼的没太多区别，但多了很多爱语。在这么浪漫的房间里，再喝上一杯美酒，本来就浓郁的情愫被推到最高点。这个夜晚啊，充满了美好，填满了温情。朝阳东升，黑夜与白天交接完成，又是新的一天到来。海童未能在往常的时间爬起来，他沉浸在美梦之中，身边的男人倒是如常。他睁开眼看着海童那张恬静中散发着幸福的俏脸，眼神柔和，看着看着忍不住又凑过去在他的唇上亲了亲。童童，早安啊。战印亲过他后，在他耳边低柔地说着早安。他睡得香甜，没听到他说早安的话。童童，昨晚是我放肆了，你继续睡吧，我去上班赚钱养你。战印在他耳边低语几句，又在他的脸上亲了又亲，才恋恋不舍地起床。半个小时后啊，战某少神清气爽地下楼去。明叔在楼梯口等着呢，见战印下来，恭敬说着：“大少爷，早餐做好了。”战印嗯了一声，他环视一遍屋内的布置，说道：“白天看起来也别有一番美。”明叔笑道：“这是大少爷用心的为大少奶奶布置的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美不胜收，大少奶奶都会很开心的。”昨晚吃了一餐饱的战印俊颜上也有着笑容，笑道：“童童很开心，制造浪漫是真的能哄得娇妻展颜欢笑。以后呢，他要多学一点浪漫招式，让童童天天开心。”战印转进了餐厅里，他边坐下边吩咐着明叔：“童童还在休息呢，不要让人去打扰他，他醒来后再让梁姨给他弄点吃的，跟他说，昨晚讨论过的事，我会安排人去做的。”明叔笑眯眯的道：“大少爷，我记住了。”看大少爷的愉悦的样子，就知道大少奶奶被哄得开开心心的，他们也开心。冷漠寡情的大少爷都知道制造浪漫了，是彻底的开窍了。老夫人以后都不用操心大少爷的婚姻了。老太太，我现在操心其他猪啊。哎，不是其他孙子的婚姻大事了。他老人家成功的制造出一对恩爱的夫妻，受到鼓舞，自然是再接再厉。想着一鼓作气把那几个到年龄结婚还不谈女朋友的孙子推销出去，然后他就等着抱曾孙女了。5亿的奖励，谁想要的就给他生曾孙女。战印一个人用完早餐后，在大厅的沙发上看了15分钟的报纸，这才起身走出主屋，准备回公司。出门前，他都一再叮嘱着梁姨要照顾好海童，那副不放心的样子让梁姨都想建议他抱着海童回公司上班了。阿七，在上车之前，战印忽然吩咐着阿七：“你今天不用跟着我，我有件事要你去办，你现在就去一趟海家村找到海之亲，威逼也好啊，利诱也行，总之要让他去拔10几根海老头的头发，要带着毛囊的，不能用剪的。之后你用透明的小袋子把海老头的头发带回来。”阿七呢，恭敬地应着：“好吧，我现在就去海家村。”吩咐了阿七之后，战印才上车，在保镖团的护送下呢，离开了山顶别墅。回公司的半路上，战印想起了昨晚夫妻恩爱时，海童说过要把洋洋带到店里去，让大姨姐可以安心做生意的事，便又吩咐着司机去一趟任你食早餐店，就是在陆氏集团出来的那条街道上。战印和陆东明是好友，司机经常送着他去陆氏集团。他一说是陆氏集团出来的那条街道，司机就知道了。海玲昨天贴出的招工启事，昨天下午便有不少人打电话给他询问工作的情况。本来只想招一个人的，最后海玲却是挑了2个，看上去很老实。
干活手脚麻利的中年妇女，这种家庭压力的人，能吃苦耐劳，轻易不会辞工，能干得长久一点。2名服务员今天就上班了哈。站印到了早餐店时，虽说过了上班高峰期，但店里依旧坐满了人，是附近那些工厂上夜班的工人。下班了，听说新开的早餐店，吃的样式多又美味，大家都来尝尝鲜。海林和2名服务员都忙得脚不沾地。洋洋呢，则是坐在收银台里，歪靠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小孩子起得早，撑不住呀。海玲没有空照顾儿子，仅是往儿子身上盖了件外套。站印进来看到这一幕啊，那颇是心疼外甥。他走过去，把洋洋自椅子上抱起来，然后对大姨姐说道：“姐，我带洋洋走了哈。”海玲停止手上的动作，走过来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方便吗？要是不方便，就留他在这里睡觉，早上我起来，把他也惊醒了。跟着我熬了好几个小时，现在撑不住睡着了。彤彤呢？彤彤还在睡，没事，我带着洋洋回公司，让他在我办公室的休息室里睡。洋洋很乖，也不会吵到我的。就算洋洋醒了，他的办公室那么大，洋洋也能自己玩呀。”听到妹妹还在睡，海玲是个过来人，自然明白其中深意。她想提醒一下小夫妻节制一点，但又不好意思说站印，只好笑道：“那麻烦你了。”“不麻烦，我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他现在一睡，估计要睡到中午才会醒来。等他醒来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就我过去接他。考虑到儿子睡着了，就算被站印带走，也不会太快醒来，影响不了站印的工作。”海玲放心地让站印抱着睡着的洋洋离开。站印前脚接走了洋洋，周红林带着叶佳妮后脚就进来了。叶佳妮一进店就先四处张望，没看到洋洋，她有点失望，不过没有表现出来。2名服务员是今天刚上班的，并不清楚海玲和周红林的关系。一人微笑地上前问夫妻俩想吃什么。周红林带着叶佳妮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。佳妮，老婆，你想吃什么啊？出门前，叶佳妮要求周红林在海玲面前必须亲热地叫着他老婆，哪怕海玲对周红林没有半点感情了，叶佳妮还是不由自主地把海玲当成自己的情敌。可能是抢来的吧，总不能够安心吧，总担心又会被别人抢回去吧。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周红林便对服务员说道：“1笼蒸饺，1笼黄金糕，2份肠粉，加肉加蛋的，1份骨汁排骨以及1份烧麦。”服务员记下来后，请夫妻俩稍等片刻，就便去帮他们拿吃的。除了肠粉需要海玲去做，其他的都可以直接在蒸笼里拿出来。那些是事先蒸好了的，放在蒸笼里。怎么不见洋洋？叶佳妮呢，状似随意的道。周红林呢，也不知道，按理说洋洋应该在店里的，难道被海童接走了？我去问问海玲吧。叶佳妮说，她允许周家人经常来看望洋洋，甚至可以带着洋洋回周家住上一段时间后，周红林就赶在老婆面前提到儿子了。他起身走向在厨房里忙碌着的海玲，在厨房连接外面的那个窗口问着海玲：“海玲，我儿子呢？”海玲也就是看了他一眼，就继续做自己的事。好一会儿，在周红林等得很不耐烦的时候，他才淡淡的道：“洋洋睡着了。”“睡着了？在哪里睡啊？”海玲不吭声。周红林又自顾自地说道：“海玲，你看你的店里生意好，你很忙，洋洋放在这里也不安全，万一他跑出去，你没有发现被拐子佬抱走了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我儿子白白嫩嫩的，那么可爱，拐子佬最喜欢拐这种孩子的了。我把洋洋接过去，让我爸妈照看一段时间吧。”海玲瞟了一眼在那边自顾自地吃着早点的叶佳妮，周红林明白他的意思，压了压声音说道：“佳妮同意了的，家里有个孩子也热闹点，我爸妈也不会成天跟佳妮吵架了。”海玲是想拒绝的，
考虑到离婚时谈好的条件，周鸿林毕竟是洋洋的亲爸，他说到洋洋若是愿意跟着你们小住一段时间，你们可以带他过去住，但他要是不愿意，你们别勉强他啊。把决定权给了儿子，洋洋愿意跟着爸爸出去玩，但他肯定不愿意住在见不到妈妈的地方。怎么不愿意？那也是他的家，我是他亲爸，我爸妈是他亲爷爷奶奶，我爸妈带惯了孩子，现在不用他们带孩子，他们闲得慌，整天念叨着要把洋洋接过去照顾。你放心，洋洋的抚养权是归你的，我不会和你争夺的，只是帮你分担一下，也是为了洋洋的安全着想。周鸿林说完后又问，你把洋洋放在哪里睡了？我吃完早餐就把他带回去。你要创业，要开店，要赚钱，我管不了，但我儿子小小年纪跟着你起早摸黑的，我这个当爸的看着都心疼。洋洋跟着他一仗走了。站上，洋洋不是睡着了吗？海玲淡淡的道，是睡着了。战印抱着他走的，你先接洋洋去战氏集团接他吧。洋洋若是不愿意跟你们住几天，你们想见他，可以去彤彤的书店看一看，我忙，的确难以照顾好他，他以后会在彤彤的书店里玩。周鸿林皱眉，却不好说什么。让洋洋选择的话，他是宁愿选择他小姨，也不选择他这个亲爸的。上次他哄儿子的时候，说第二天带儿子去动物园玩，小家伙很高兴，结果第二天就跟着他小姨走了，连去动物园都可以放弃。周鸿林啊，有自知之明，他这个当爸的一直不称职。儿子是叫他爸爸，但感情上跟他不算好。周鸿林回到了桌子前坐下，叶佳妮问他，脸色不太好看，咋地，又和他吵架了？洋洋不在啊。洋洋被战印接走了，他说洋洋不愿意跟我们住，我们不能勉强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洋洋不肯跟我们住的。我爸妈没有带过洋洋，我以往又忙，跟洋洋的感情也不深，他怎么肯跟我们住？周鸿林默了默后说道，我们想洋洋的时候就过来看看吧。叶佳妮内心着急，面上不显，她理解地道，就算是亲生父子也是需要时间来培养感情的，你有空的时候常来看看他，带他去买好吃的好玩的，带他去儿童乐园玩，时间长了他就信任你这个爸爸，愿意跟着你住了。周鸿林嗯了一声，不急，慢慢来，这个周末要不你跟海玲说一声，我们带上洋洋去动物园看动物也好，上次我和洋洋说去动物园，他很开心的。周鸿林压根儿不知道叶佳妮打的什么鬼主意，他以为叶佳妮是真的想和洋洋相处好，然后能早点怀孕。叶佳妮的提议他是全盘采纳接受。战印抱着个小娃娃回公司，把战氏集团上下都吓了一跳。他们总裁什么时候生了个儿子？不是才结婚半年吗？吹气球也无法在婚后半年吹出一个2、3岁的儿子呀。战印对洋洋这个外甥一向喜欢得很，他抱着洋洋下车都不让保镖接手，抱着洋洋径直走进办公大厦，就是他对洋洋的那种宠溺温柔才会把大家惊到了。总裁宠妻很正常，他们战家的男人都是出了名的宠妻，以为冷漠的总裁没耐心带孩子的，没想到总裁还有当奶爸的潜质呀。等战印抱着洋洋进了电梯后，2名前台才敢小声讨论，那是总裁的私生子还是？那名前台看了同事一眼，说他总裁夫人有个姐姐的事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呀，总裁夫人父母双亡，与姐姐相依为命10几年，谁不知道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个小娃娃是总裁夫人的外甥吧？听说他姐离婚后是带着儿子生活的，儿子才2、3岁大。前台就恍然笑道，对得上了，肯定就是总裁夫人的外甥。没想到总裁会带着小外甥回公司，看他抱着那孩子时的温柔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他抱着他的亲生儿子呢。总裁说不定是想当爸了，会不会是夫人怀孕了？总裁提前带着外甥积累带娃的经验，以后当个称职的奶爸。
另一名前台错愕，是那样吗？洋洋睡得沉，被姨丈抱回公司后，并没有醒转，最后就被他姨丈放在了休息室的大床上继续睡。战印蹲下身帮洋洋脱下了鞋袜，再脱掉洋洋的外套，帮盖上了被子。看着可爱的小娃娃，战印的心都软化了几分，忍不住俯下头去，在洋洋的小脸上亲了亲。洋洋，看到你，姨丈就想和你小姨生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。洋洋一个不足3岁的孩子，睡着了，当然不会回应战印。战印也就是略待片刻，就走出了休息室。刚出休息室，赵秘书就敲门而入：“总裁陆总来了。”战印想起了和陆东明约好了谈项目合作的事，了一声，示意赵秘书把陆东明请进来。陆东明很快就大步而入，边走边笑问着：“战印，听说你带了个奶娃娃回公司，是不是你的私生子呀？真有你的，我们老友那么多年，我竟然不知道你在外面藏了个私生子。”战印想抄东西砸陆东明，可惜没有找到顺手的东西。他没好气的道：“那不是我的私生子，人家是有爸妈的，不过有人很喜欢他，想当他的爸爸呢。”洋洋，陆东明嘴巴特别快，想都不想就说出了洋洋。说完后，陆东明就觉得不对劲。战印说：“有人想当洋洋的爸爸呢。”他这么快就说出来了，感觉像是在对号入座呢。他是很喜欢洋洋，也希望洋洋是他的儿子。可他对海玲没有意思，除了洋洋还能是谁啊？别人不知道我，你们还不知道？我要是有这么大的私生子，早就引起轰动了。战印走过来，请着陆东明在沙发上坐下。陆东明不坐，他朝休息室走去，嘴里说道：“洋洋在休息室里玩，还是在睡觉啊？哦，怪不得我路过任你时的时候看了几眼，没有看到洋洋。他睡着了，你别把他吵醒啊！不吵醒，不吵醒，就偷偷的亲亲他的小脸蛋。我想咬他的小脸蛋，想很久了，他怎么能长得那么可爱的？”战印任由他进入休息室，好一会儿，他才从休息室出来，那刚毅的脸上都一脸的温柔，也有着心满意足，估计在洋洋的小脸上糊满了口水。洋洋长得像我姐。战印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。陆东明走过来，就边坐下边应着，是像他妈妈。要是像周红林那个人渣，他可能亲不下去呢。战印见好友没有理解他话里的深意，笑了笑，没有再说下去。你怎么会带着洋洋回公司的啊？彤彤说了以后，把洋洋带到他店里去。他今天起得晚，我就先去把洋洋接过来。洋洋睡着了，也不会影响我办公。陆东明哦了一声，没有觉得哪里不对。要喝点什么呀？一杯温开水就行了。陆东明嘴上应着，人跟着站起来，自己去倒水，还说：“战印，我和苏南来你这里，你都是待客不周的，什么都要我们自己动手，也就你们俩才能享受到这种当在自己家一样的待遇。”陆东明不说话了。陆东明是过来和好友谈合作项目的，那两个人很快便进入了主题。就等两个人谈妥了之后，陆东明要离开了。他说道：“我再进去看看洋洋，他要是醒了，我带他过去玩玩。你带他，估计能哭得你头都晕。”然后火急火燎地送回来。陆东明一噎：“是呢，洋洋总是不喜欢他抱。”不过陆东明还是再一次推开休息室的门进去了。没2分钟，他就在里面叫喊着：“战印，战印，快来呀！”怎么啦？听到他大喊大叫的，战印被吓了一跳，猛地窜起来就冲进休息室。洋洋尿床了，你看他把床单都尿湿了一大片。陆东明指着床上的小娃娃对好友说道。他走过去，先脱下了西装外套，然后再抱起洋洋，把洋洋尿湿了的裤子脱下来，再用自己的外套包住洋洋，免得受凉。洋洋睡了这么长时间，在战印帮他脱掉裤子时，睁开了眼睛。看到战印时，他咧嘴笑，奶声奶气地叫着：“姨丈。”洋洋醒了。洋洋笑着：“
战印抱着洋洋转身出休息室，并对那个进来就先开洋洋被子的好友说道：“东明，麻烦你帮我把床单收起来。洋洋尿了，嫌臭。他不是嫌臭，他是第一次遇到人类的小幼崽尿床。陆东明帮忙把床单收起来。记得好友的休息室里面的洗手间有洗衣机，他直接就把床单和洋洋尿湿的裤子一起扔进洗衣机里洗。从休息室里出来，看到洋洋已经坐在沙发上，不过还把他一丈的西装外套当成裤子穿着。东明，你到外面去帮洋洋买几套新衣服回来，让洋洋穿上裤子。陆东明哦了一声，风风火火地跑出去帮洋洋买新衣服了。他动作也快，就在一家童装店挑了10几套衣服回来。战印，衣服买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合不合穿。陆东明提着一大袋新衣服进来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我看着质量不错就买的，试试看合不合穿，不合穿我拿去换吧。”他是第一次帮小宝贝买衣服，不知道买多大的码数。战印接过那一大袋的衣服，叫你买2套就行了，一买就买10几套。咋还有裙子？陆东明，有裙子吗？哎，我可能拿错了。看到好友从袋子里拿出一条小女孩穿的长袖裙子，陆东明的脸都红了。一丈，这衣服好看。洋洋看到漂亮的小裙子，马上就伸手想拿裙子呀。战印说道：“洋洋，这是裙子吧？女生穿的，洋洋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穿裙子。”